茶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又见你计划由来玩偶发起，又见你计划里的这6个人是为了帮助，就是今天重新开始。4月1号是个重置时间，他们改变了咱们的动线。所谓的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时间点，2025年的4月1号，为什么从这一天要重置？我们还有个电脑没打开。哦，还有电脑呢。哎，把这茬忘了。这电脑上写的啥？密码？没有密码。又见你吗？又见你，不对，送票了。对，来吧。哦，对，送票了。他们俩，你俩搞对象的是哪天啊20241030。也不对20241230。1230。对1230对了。来，那是哪天？死的那天。大家记忆。看看多爱你。他好爱你。妈呀！可惜当时看见他时没看出来。他为你做了这那不就个。嫁上了吗？嫁了。我啊？不对，不是我死的那天。太差劲了。什么东西啊？改变悲剧那一天是吧7月8号。哦，确实。哦。哎呀。啊哇！是视频。我是来湾澳。1个星期前，你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我犹豫了很久，决定还是录这个视频，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们。我真的来自重置前的2025年，我真的是宋漂亮的男友。那一年，我遇到了走出情伤的宋漂亮，她一心想用婚姻来确定爱情中的安全感。当时我觉得2个人刚认识，不应该操之过急的。但我没有想到，不着急这句话成为了压垮他的稻草。他从11号公寓的9楼跳楼自杀。后来我就一直沉浸在懊悔中，无法自拔。或许是因为我无数次的祈祷，我真的得到了后悔药。2025年1月，我真的获得了一张写着如何穿越时空的一张纸。谁会给他呢2025年的4月1号，11号公寓会受到磁场的强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也和佳佳、房小美、具养生、费老板、李大爷一起自发组成了亲友互助会。于是我决定将时间重置这个秘密分享给大家，让失去最重要的人的我们有一次拯救的机会。漂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又见你计划吗？因为失去你之后，我太思念你了，每天都在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你最爱喝有优质生牛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一起做真果粒特调的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们爱的记忆。你走之后，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瓶，所以我把再次见到你的机会命名为又见你计划，把茶果相遇又见你作为暗号，希望一切重来，改变悲剧。我敬他，那个谢谢你，你辛苦了。计划一切顺利，你们的人生也已经被改写了。你们没有理由再站上9楼，
但是上周你们告诉我，漂亮和你们的记忆出现了混乱。对，那被你篡改过记忆或者你修改他们人生的人，他们的记忆都会出现偏差。对，但是我为什么我能脑子里清晰的出现张玩偶的脸？张玩偶的脸，对，你们能看到上一条时间线发生过的事情。哦，发现这是因为磁场混乱，只要去过问号雕塑的人，都会想起一些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爬上那个楼梯问号雕塑，对不对？哦，因为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我觉得大家有必要来一下。就他们站拍照那地儿呗。对对对，你不是喊让我们去打扫卫生吗？是我给你们发消息，我说帮我哥收拾卫生，咱们去平台了嘛那天。想起来了，对对对。你们第一天入住的时候，确实也去过那里。你们看到跳楼自杀的那个红衣女人，就是上一个时间线第一个跳楼自杀的人。就是8妹。但是没有关系，我会阻止这一切的。今天上午看到的是记忆错乱的画面，记忆应该是记忆，所以只有我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对。哪有人啊？我们不住了，你凶宅。不，我怎么没看见？不是你们没有看到人掉下来吗？有人掉下来吗？对啊，对呀，没有看到啊。哎，小何，发生了什么？你又在那假装没看见。那等于说今天就没死人喽？现在问题是谁给了莱文偶一张穿越时空的信？对，而且我们还是有个问题没想通，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选择在这里跳下去啊？我们为什么都来了这里？谁引导我们来到了这里？然后八妹跟我们的共，哎，来了。不是你们怎么进来的呀？你不要这样对我们。为什么每次别人突然出现，都在我正面前突然出现？阿雷，来啊，你们怎么进来的？你没看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呀！你看这一路，多少这个密码都被你们破了。那厉不厉害？那视频你们也看了？看了。你是怎么获得的那个穿越时空的方法？谁给你的呀？就是我捡到的，在这个3楼平台上面，然后有一张纸，我当时就捡到了。啊，捡到的。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你在3层平台捡到了这样一张纸。对。然后你在那个地方等待磁场的时候，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时空隧道。对。然后你走进了隧道，穿越回了2022年。对。然后那个纸上面就写的，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也没限人数。问得好，没有限人数，我就回来了，把时间重置了，纸条被我那个就弄丢了，穿越的时候被那个风给吹走了。时间重置之后，陆续有些人出现了一些记忆混乱的情况，也有一些人想起了上一个时间线的事情，觉得自己的亲人失踪了，其实是他们还没有遇到自己的亲人。我怕大家探究真相，会发现时间重置的秘密。所以我利用电玩城老板散布了一些关于玩偶馆的神秘谣言，分享视听。传说，这玩偶馆里面有人进去了就再也没出来。不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磁场时空的，我还放了年久失修请勿攀爬的牌子，在那个问号雕塑的地方，就是不想让大家靠近，靠近那里会引发更多的记忆混乱。但是我没想到小何在你们入住的第一天就带你们去那里打卡。大家赶紧下来，年久失修，不好意思。但是时间重置，只有那一次机会，然后大家就没有机会再穿越了。你就陪我们留在了这一年吗？你怎么没有遇见这个时代的你啊？对呀，穿越时间的这个规则不就是你不可以和过去的自己对话什么的吗？对不对？对。你有碰到过2022年的莱文年的你吗？对。就是时间重置之后，我就有了之前的记忆，但我还是我啊，就是说，就还只有一个人，对，只有一个人。那谁教你做的这个不哭泣啊？
这是上一个店的老板他们卖的东西。上一任老板是谁？老板谁啊？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只跟他在网上有交流。那你是把这个店盘下来了吗？对对对，这家店是我就是买下来的，是为了给宋漂亮治疗，因为她越来越焦虑嘛。然后这边是一个催眠。哦，你这是完全是为他。哦。对。研发这个药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我还把这些不哭气全部锁起来了，没有让现在这个员工去卖这些东西。你是几月接手的6月1号儿童节。哦，6月1号，他接手了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店的 logo 是你设计的吗？还是他以前就有的？那个月亮那个？我都没有调整过。哎，那我们刚来公寓的时候，发现电视上那些字，什么呀？是你提醒我们的吗？我不知道那些。我要怀疑你们看到的，就是关键。那个应该是老板，还有一个人知道我们7月婚了，那就应该还有一个穿越的人。你们之前不是说看到有一个红衣来跳楼吗？来跳楼。其实他是你们之前的7个人之间第一个跳楼的。是。然后我记得他是明天就会跳楼。对。但是我对他身份就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找到了他的公众号，然后通过公众号跟他进行联系，然后把他忽悠过来吧，然后绑到了那个强效治疗室。啊！哎，别以为关着灯就找不着你了，人呢？别叫！快给他铐上！哎，肖八妹，解锁，赶快来救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我真的要走了，非常着急。我们已经把他放了。对，不好意思。不是什么，不是，你们把他放了。对，他出来了就有可能明天会死，就是咱们帮倒忙了。那完了，他明天要跳楼。那我们现在去9楼。快！去9楼。对，等一下。咋了？那个电梯只能坐到8楼，然后9楼要走楼梯过去，赶紧叫那个管理员带你们一起去。你不陪我们去吗？对，我不能去，因为我当时看到宋漂亮跳楼的画面，我恐高有阴影。哦，他恐高，然后宁可让女朋友再去一趟9楼，宁可你再跳一次。收工了，拜拜。这灯都没关，不像收场。也就是说，现在还在录制，当下也是游戏的一部分。看来这次的谜题就是真果粒红柚四季春，淡淡茶香和嚼得到的真实果粒。别光喝呀，赶紧分析线索。不愧是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优质生牛乳搭配，口感香醇。所以呢，咱们怎么出去？别急，先品一品。茶香一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可和我们想去9楼，你知道怎么带我们去吗？9楼啊，9楼它荒废了很久哎，就是那个电梯也不能用。我带你们走楼梯上去，你们在8楼的电梯间等我吧。去9楼。这里就是那个9楼了。9楼它这边荒废了很久。Oh my god！ 这前面放的啥？那有个灵位吗？那是。我有点害怕。但有个灵位，为什么？谁的？应该是一个叫南先生吧。哎，那卡上写的啥啊？哎呀妈呀！我写啥？纪念男画家逝世15周年，就是什么15周年祭。愿你在天国也能有最好的画笔。15年前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吧？他是那个神笔马良那意思，这时空漩涡他画的，搞好。这应该是画家的一个画室，对不对？你们来9楼干啥？也是来祭拜这个男画家的吗？不是啊，是这样的，我们6个人呢是来自未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这个带着未来的一些信息要过来预防一些事情，也就不用管了。那可以透露一些未来的信息给我吗？可以，我告诉你，下一期双色球这个号码是，OK 啊，谢哥，去买吧。你们来九楼到底干啥呀？我们找八妹，我们找八妹你看见八妹了吗？八妹我不认识。你们要看9楼的话，其实他这边一直会有监控的。哦，你们是要调查什么东西？好，对，在哪儿能看？可以调查监控是吧？对。哦，这样子，我找我同事，因为我们那个物业刚来了一个小文，他是专门负责我们这个整个物业大楼的这个监控的。我问一下他。哦，刚来啊。小文，我是小何，我们想查一下就是9楼的监控。好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监控只能看到晚上12点之后的。到此为止，只有下午5点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抱着一束鲜花，上面还有一张卡片，但是他经过了以后很快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手上就没有任何东西了。这几天陆陆续续也有很多人抱着鲜花从这里经过，说明他挺火的。那个男生有啥特征？你今天看到的，哎，是这样。是的。你今天看到的那个男生有什么特征吗？看不太清脸。好，我知道你看不清他脸，他多高，他胖还是瘦，头发长还是短，什么衣服，什么穿着，什么打扮。打扮，最后2个字破功了。精确的判断就是一个普通的男性。好嘞，普信男吧，是不是？明白，收到 ，copy over。等一下，这个男的跟我们要调查的是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还是去找小八吧。小八，八妹。现在很晚了，走道里也比较凉，你们在这等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要不我们去物业监控室？我们这么多双眼睛同时盯着，应该不会错过什么吧？我们先去物业监控室是吧？行。怎么像消防警报啊？孩子长大了，已经开始思维吓人了。我们现在去监控室吧。盯着啊，上前盯着啊。没有，主要看上面那个。嗨，就这个嘛，不是这路过那个吗？这个监控能看到所有从9楼经过的人。给你预言一下，一会儿八妹就要从这儿经过，啊，然后就要跳楼。对，我们就在这儿看着。对，也多机位直播在跳楼。对，对，到时候他要是经过，你要去救他的。对，你在3楼平台接着是吧？对。咋还没有人呢？咱话说回来了，那八妹看着她不挺乐观的吗？是啊，神叨叨的，看她不像能跳楼的人呢。确实，也可能是遇到我们之后乐观了吧。我们当时之前咱们第一次见就遇到，有可能上一辈子见过呢。对，上一辈子。这个好，这个词儿好。我建议不要用时间线这种拗口的词儿来说，我们就按上辈子，好吧？对，行。可能还没有人，他们等了上半夜，我们等了下半夜。不行，咱不能睡着，一睡着，到时候关键线索就飘过去了。是。嗨，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带来一些夜宵。哎呦，谢谢。你没有看见啥吗，外甥？这能看出来个啥吗？这？哎，这谁这是？是小何吧？这是小何。哦。
小何，那个是小何，他在看书嘛，他在看法学的那个书。哦，是昨天。太阳出来！又来！哎，怎么了？又没了，尸体又没了，你又在那假装没看见。看到什么？可是他说他没看到有人掉下来啊。看到什么？小何这次就看见了啊！小何，你身边掉了个人吗？是的呀，他就突然有个东西掉下来，在我旁边，是个人，他怎么又能看得见了呢？那我们也没看他走过去啊。对啊，我们没看他走过去啊。我们明明看到对9楼的没有人经过。对，没有人经过。我们保安室的监控一定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跳楼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我要跟你们一起调查明白，证明我们的监控是好的，是没问题的。走吧，那咱看看去吧。走。终于来了，真的有尸体耶！干嘛？真的有人掉下来，终于看到了！我跟你们一样了，我之前还怀疑你们，对不起。哦，八妹死嘞。其实他是你们7个人之间第一个跳楼的。有伤口吗？都没有。就头部啊，头部流血吗？摔下来的。哎，他衣服上有个破口哎。是被人扯了吗？还是什么？被刀割了？应该被刀割的吧？也可能是挂了一下。等一下，这衣服有个东西，等一下。钥匙。把鞋脱了看一眼，每次鞋上都有点啥东西。这是不是胸前？哎，这是什么？绑了个什么东西吗？这什么东西？这是？这我看看，这应该是一个8成应该是个摄像头。哦，它是不是那种项链款的摄像头？对，真用过。哎，我们这边的电视好像就可以直接操作的，就是插上去的话就可以放了。好，那我去操作一下，好吧？行，我去操作一下。好的。但是这样说的话，八妹是被我们害死的。不是我们害死的。我们如果不把它放出来，哎，来了！哎，来！有了，有了吧？这是9楼吧？就是去了那个灵牌那儿。9楼旁边的门。他明明没去啊。他进了南华家呀。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就是为了调查南华家的死亡真相，没有任何对你不怀好意的意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哎，但是他是怎么避开监控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在监控里看见他？但是他那个走廊是必经的那个地方有那个监控啊，所以你如果要进到他的房间，你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看的时间他已经进去了。不是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别的路可以走到那个走廊的尽头。要不就是有别的路，要不就是他在我们进去之前。那我们要不要去9楼看一眼？去9楼看一眼吧。但八妹进房间的时候，她明确的知道里面应该有什么，你发现没？对，她说的是我没有来打扰你。她在跟谁解释呢？9楼。他这是必经之路呀！他一定会被拍到。他如果上来的话，他这怎么能？对啊，逃得过去呢？中村
我们在监控室没有看到八妹经过这个走廊，但是八妹依然从楼上跳了下来。哦，这么阴森的吗？妈呀！不要靠近我们。干什么？没有恶意，我们只想调查画家的死亡。我今儿小宋怎么这么胆儿大？走啊，张海，我来，这边好昏暗哦。好，什么都看不见，我要把这个关了。好，我要开始了。我是记录者，这啥也看不见啊，我关了吧。啥也看不见，我要把这个关了。好，什么都看不见。哦，这么阴森的吗？妈呀，不是没有灯吗？这里啊。等会儿这地上这是个啥？什么呀？打开看看呗。哎呦，吓死了！这是个画箱啊。真的，来，哎 ，come here，come here， 咋了？过来，留下来。我得拉着。我不想去。来，我也不想去。我也不想去。我不想去。这个就是直达3楼平台的窗户。哎，等一下，这里又有这个瓶儿。不哭泣，又有不哭泣。哎呦！灯亮来！上，白哥。哥，如果出来人，你给我控制住他好吗？开不开？它应该就只是亮一下吧。没有人影，里面没有人影。没有人影，里面没有人影。我跟你说，不管谁出来，我一定给他一拳。真的吗？真的。真的吗？你们干啥？不要害怕，假人。你看看。哎，我一定给他一拳！哎，我一定给他一拳，一定给他一拳。算了吧。把他打得开吗 ？Open door。这应该插把钥匙。该不会是这个吧？哦，这有个钥匙。你确实有点东西啊，兄弟。不愧是我们保安兄弟。哦，感应雾化玻璃。哎，里面有个遥控器。来，你遥控一下，看看这是干嘛？开灯，开灯。哎，终于敞亮。哦。感应雾化什么？这里为啥放了这么个东西呢？我没明白。哦，只是单纯的模特。单纯的模特。但它感应雾化玻璃柜肯定是有啥用处。这应该是画家的一个画室，对不对？画的内容都好可怕呀！这儿，你看2007年度画家，年度画家，消失的女人。黄玫瑰的花语是原谅，你一定会在黄玫瑰飘落的地方守护我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为什么会有一幅画，但什么也没有呢？哎，可以抽出来感觉。这应该一拉出来，后面有一个这个，这个纸在里面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哎，
来看一下这个吧，看一下窗口。这个就是直达3楼平台的窗户，在这儿你看到，真的，他身上不是刮漏了吗？哦，那肯定是从这儿掉下去的。但是为什么他会从这儿钻出去跳呢？刚刚监控不是叫了吗？监控还没到这儿，就有一个白影冲过来。所以八妹不是自己要跳楼，是被人弄死的。那就是先蒙晕，然后在这个地方给他丢，也不一定要蒙晕，可能就这样。哎呀，就直接扔下去了。你很娴熟啊！你都已经还原了作案手法了。说吧，你为什么这么做？等一下，小谷，哎，这里能走人哎，而且你看这有脚印。哦，那蜜豆，你个高的看一眼，我感觉那里边是不是能上去？我先进去吧。哇，你胆儿真大呀，你胆儿啊！你看看里面有什么暗格之类的吗？哦，那个墙可以推是吧？来吧，兄弟们。哇，你去吧，我们等你啊。也是奔上的。走吧，走吧，走了，走了。妹妹，小心啊！这个是一个露天的地方。啊，妹妹，小心啊！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蜘蛛网吗？真假的？妈呀！这里有个小木屋吗？这是？哎，这是一个什么阳光房吗？这是养花的地方。这里其实从荒废程度来说，已经荒废很久了。这不蜘蛛网都弄了吗？哎，是的，这里还有一个门，看看。等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轨道。哎，也可以推，这是一个轨道。Let's go。先要往回推。出来。哇！又是一个死人啊！这还有一个人，来。我第一天上班就铺的6身啊。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人，这还有妈，这咋这么多人啊？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由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的沉浸式剧情体验真人秀，开始推理吧。这里是剧情复盘大厅。老话说得好啊，茶香遇果粒，牛奶更美味。恭喜我们成功的找到了茶果香芋，又见你的真相。快举起手中超好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一起干杯吧！拜拜。而且我们今天这一期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是呢。所以我们在解开了很多的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了更多的谜团，而且我们的角色都在未来跳楼自杀了。对，我们是被拯救了。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角色会走上这样的一个绝路呢？而且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帮助更多像这样深陷绝望当中这样泥潭的人呢？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艾老师来帮我们一起分析，给我们一些建议。你们好，马老师好。你好，马老师。你好，没留着。马老师好。来。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向马老师讲述一下我们角色他自己的那个心理活动，为什么最后都会走上跳楼的那一步。对，就年轻人现在首先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包括工作压力也大，在外打拼啊，在外打拼呢，就其实比较孤独嘛。那遇到状态特别不好，觉得自己很孤独的时候，那该怎么去消化呢？导致一个人自杀呀，比较主要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个呢是性格使然，我们说2种人吧，一种呢是比较柔弱的人，一种是比较刚烈的人，哪种更容易自杀？那肯定是柔弱呗，柔弱吧 ？No， 刚烈的人，脑子一热一冲动这就是性格使然。第2个，价值观使然。任何自杀都是你经受了一定的事件、一定的挫折，转化为压力，然后出现了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叫挫折攻击。只是这个攻击的目标啊，它成了自己，这就属于价值观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你怎么看挫折这件事儿。第3个就是有一定的心理疾病。这个心理疾病呢，那就包含的比较多了。对，咱们见的最多的就是抑郁症，让自己陷入到抑郁当中。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缺少社会支持系统，那么让他感觉到孤独，感觉到压力，特别是感觉到无助。这种无助啊，是一个人想逃避的主要原因。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到你的朋友和可以跟你聊天的人，舒缓自己的压力，是吧？对，我是畏罪自杀。本来啊，是我以为我找着我爸爸了，但是呢，我发现有人要害我爸，我呢就把他这个害的，就想害他那人，我先提前把他解决掉了。完了，后来这事儿就败露了。这事儿败露之后呢，我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选择了轻生。这个畏罪自杀，用咱们刚才的这个小小的框来装，就是属于价值观上的问题。也就是你对这个事情产生了认知上的错误，没有办法去面对将来的自己和社会，人设产生了破坏。那我的那个角色，他是因为愧疚，周可可她当时接到了一个是类似像青春照相馆的这样一个传单吧，然后他就把蔡大姐送进去之后呢，最后蔡大姐死在了那个青春照相馆的下面那个骗局里，然后他就受不了了，就走上了9楼跳下去。这就是压抑呀。但是你会发现周可可这么做呀，他达到了2个目的，一个呢是证明自己。即便这个事情骗了你，结果是这样，但是不是我自己所为，并不是我真心的，是不是一个证明的作用？我不是故意的啊，证明。第2个呢，就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由此带来的心理学叫做超我的这种惩罚。也就是说，你自己的道德感、良心感越高，你越没有办法接受给别人带来的伤害。这种自杀呀，有很大程度上我们叫做利他性自杀，也就是出于对别人的愧疚而来惩罚自己。人在规则的时候有2个倾向，一个叫外规则，一个叫内规则。那么外规则可能经常说都是因为环境所导致的，内规则可能就会认为都是我自己的责任所引发的。这就跟你的性格有关，你越是刚直不阿，你越容易做出这种选择。喜欢揽锅，就是这事儿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做这个就不会那个，不会那个。对呀，这就叫做内归因，然后做出了内罚性的攻击。在这个故事里呢，我那个角色一开始是柯务库，然后后来变成了柯无苦。然后这个苦呢，他其实是后来因为弟弟杀了人，所以他想替这个弟弟顶罪，他自己从楼上跳了下去，然后让大家以为是库死了，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再会去追究库的责任了。那他这种做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其实跟刚才的周可可有点类似，你为了保护你的弟弟，用了一种其实是最下策的方式，而且呢，确实是挺苦的。你仅仅是长得像，但是在时间上、指纹上、许许多多的证据上，未必能够你去帮助他洗清他的罪恶。你可能就白死了。那太冤了，你太冤了。苦啊，真是个苦孩子。好苦啊！就地心切嘛，这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吧，还是一个这种责任心过强，认为自己的所为真的能够帮到别人，其实是适得其反。我是因为焦虑30岁对还没有结婚这件事儿，对，因为焦虑给你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心理上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弹性差。心理弹性它就跟猴皮筋儿一样，一个人既要能伸，又要能缩对吧？你这样呢才有比较好的心理弹性。心理弹性好，你面对不同的问题和压力的时候，你都能够去适应。但是你们发现了吗？宋漂亮，她由于受社会时钟的这种影响，她一直越抻越长。当她没有办法去应付新的压力的时候，她就彻底的断裂了。对，走的是一个因为压力和心理上的不健康而产生的这种自杀。是的，就是面对这些未知，自己开始不在自己的规划内了，就开始恐慌了。解决的主要方法其实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认知上的改变，就是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我们没有必要去沿着别人所走过的路来走自己的路。没错。我是追随我的爱人而去，殉情，恋爱脑，恋爱脑，我俩多适合凑一对儿。我想结婚，你恋爱脑，早认识点，咱就不至于走上这条冤路了。是。那么像这种失恋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我们把它叫做心境障碍。这个是属于心理疾病。对，这是属于典型的心理疾病。一个人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情，肯定有情绪上的不开心，这叫情绪状态，它让我们的心情很不好。对，但是这个心情不好，一般呢延续个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基本上就能够自己恢复过来。如果半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仍然走不出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看见你女朋友的影子，就说明你有了心境障碍。这种心境障碍让你的整个心理环境受到了破坏，让你自己的生活彻底被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牵着走。对。假如再过1年多，就会进入到抑郁状态。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作为朋友或者作为身边的人，谁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很多的自杀呀，确实是看不到什么征兆的。对，当你身边上有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互助。这个互助的方式，一个叫陪伴，能够经常的陪伴他，听他倾诉。第2个最关键，一定让他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你们要引导他去找专业的人。对，因为只有专业的心理医生才能够找到他的病根儿，然后来帮助他从根本上进行心理上的调整和这种社会行为上的调整。明白了，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儿。好，谢谢马老师，谢谢马教授，谢谢马老师，谢谢。开始推理吧，我们下周见。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将死之人，其言也善。我们没有拦住他。大妹死了，我的文章都收到了，开心吗？拒绝复仇，强暴8妹8一8。他本来就是坏人，就是坏人，他是公认的。他在吃男画家的人血馒头。你有没有想过要弄死他？那个女人的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在说谎呀！他们死亡之前都出现过这个白蚁，这个空气自言自语，他是不是置换了呀？他买了不哭泣。哎呦，好痛！这么阴森。我去这儿有问。死尸。他没有血。不要再调查了，听话吧，要不然会死的。不听话会死哦。来人了！我就死了。口渴也不行了。茶香玉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11号监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
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刷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中国青年报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Zak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